近段时间以来，美西方国家持续就香港、新疆以及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甚至污蔑抹黑。外交部周一就表示，希望在涉疆问题上能够多一些事实真相，少一些谣言谎言，多一些交流合作，少一些政治操弄。而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利民周日发文，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德国和英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将于周三在线上举行的联合国活动上发表讲话，提及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并讨论如何提供支持。消息称，中国已就此事向联合国成员国发照会，表达中方对此活动的反对立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对此回应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等个别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制造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那么美方纠结少数几个国家滥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平台，抹黑攻击中国，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这完全是对联合国的亵渎。同时，我必须要指出，美国、英国、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根本代表不了联合国，更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华春莹还反问美国，如果新疆真的存在他们所指控的人权问题，难道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它的50多个成员会不比美国更关心吗？他介绍，伊斯兰合作组织此前曾经应邀派代表团参访新疆，他们充分肯定中国政府重视保护穆斯林信教群众各项权利，积极评价中方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包括沙特、阿联酋等穆斯林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发声，支持中方在涉疆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这个杀害了上百万穆斯林、侵犯了数千万穆斯林人权的国家，居然信誓旦旦的现在关心起了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这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前，瑞典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发表题为《认定新疆种族灭绝别有用心》的专题报告，揭露美西方炮制涉疆种族灭绝谬论的黑幕。美国独立网站 Counterpunch 也刊发题为《对终极犯罪种族灭绝的反思》的文章，指出美国炮制涉疆种族灭绝的指控由意识形态驱动，没有证据支持。华春莹表示，注意到了有关文章，并指出，瑞典基金会的报告指出，美国有关智库所谓涉疆种族灭绝的报告存在严重的学术不规范的问题，并且有意忽略了种族灭绝的定义和恐怖主义等重要因素。部分章节的学术水平还比不上硕士论文，指控中国种族灭绝这个证据基础是惊人的薄弱。而美国网站有关文章的2个作者，一个是人权问题的专家，另一位是知名的国际法教授。他们2人从专业的角度深入阐述了涉疆问题。我认为他们的观点有理、有据、有分量。我们希望在涉疆问题上呢，能够多一些事实真相，少一些谣言谎言；多一些客观公正，少一些造谣污蔑；多一些交流合作，少一些政治操弄。这个在国际舆论格局和国际舆论场当中啊。西方依然具有这个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和甚至是垄断地位，所以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英文媒体或者外文媒体，其实大量的就会出现这个西方的话语垄断一切的这样一种局面，而新疆问题呢，也正是他们的一个着力点和抓手，所以说他就不遗余力的去黑中国、歪曲中国。上周五，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提出，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各方应坚定走携手合作、互利共赢之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该会议上指出，不能将个别或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当成国际规则，不能搞分裂对抗和以意识形态划界，不能动辄诉诸单边制裁和武力施压，更不能开历史倒车，阻拦多极化进程。周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6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式的致辞中提到，个别国家正试图重拾纳粹主义，奉行本国例外政策。俄一贯捍卫国际法准则，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对此，华春莹在周一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这几年我们的确看到有的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错误政策，固守零和博弈的思想，在国际上大肆炒作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企图搞小圈子，制造分裂，搞集团政治。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际形势下，中俄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在涉及到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坚决反对霸权、霸凌、霸道，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呢将继续同俄方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坚决地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定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周日，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明在澳大利亚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上发表题为《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赛》的文章。文中指出，如果美国继续选择对抗，只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美国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傅立明指出，各国想要的是获得多边支持来应对挑战，而不是美国的单边对抗。希望在主权最大化的条件下容纳中国，而不是让中国成为敌人。一个国家的政策，首先呢，它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或者是这种科学的规律。那么第二个呢，它不能违背民意和民心。那么因此呢，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美国和其他的国家，在这个新三链领域和中国脱钩的做法，或者是这个经营绕过中国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分工的产业链啊，这个价值链等等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是不得人心的。那么而美国的做法在于呢，他试图通过从双输的局面当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这本身是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规律的。